眼前这座隐于深山间的古刹，便是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的大云院。大云院的正殿弥陀殿是一座五代时期的建筑，建筑的内部还保存了一些五代时期的壁画。在现存的五代四观中，仅大云院这一处是有壁画的，其文物价值不言而喻，所以这里是当之无愧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同时也是我们晋东南之旅中不可或缺的一站。而本次的同行人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南希了。大家好，我是徐工。大家好，我是南希。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山西平顺的大云院啊，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我们是2024年10月自驾过去的，通往大云院的路是非常平坦好走的。它背后的高山叫做龙耳山，10月山间草木繁盛，在蓝天下还是很好看的。我们在大云院的停车场附近能看到黑神话悟空的海报。进门参观前记得买票，全价票是20块钱。办完这些，我们奔向大云院的山门，也就是清代建筑天王殿。这是一座面阔3间的悬山顶小房子，其两侧有涂成红色的8字影壁墙。现在我们通过侧面的小门走进大云院的院内，然后能在内侧找到天王殿的入口。殿内中间还是弥勒佛，啥也别说了，拜。殿内的两侧则是教科书般的4大天王壁画。天王殿一定要有4大天王，有时候是壁画，有时候是造像，这个不固定。看完这些，我们来看第一进院落的配殿。右侧的配殿是一个面阔5间的悬山顶大房子，没有开门。左侧配殿与它形制相同，这个门是开着的，可以进去看一看。这个配殿的内部就是大云院的重点文物展览室，殿内所摆放的是各种各样的土石构件，但没有更多详细的说明。我们也就大致看个外形，但分辨不出它们是什么宝物。其中前排的几个菩萨看着像是银质造像，但没法确定。另一侧展出了很多土石构件，其中包括堆积如山的石柱杵，还有2个琉璃螭吻。平时不觉得它个头大，但放在这个位置，那简直就是庞然大物了。墙上的照片则是附近其他古建筑的介绍，其中大云院所在的卓章河谷当然是重点了。现在我们从配殿出来，准备绕到它的外侧。绕过来之后，就看到了一块巨大的石碑。这块碑的碑音是功德碑，上边密密麻麻写了很多名字。但绕到正面后，发现它实在是太斑驳了，而且太高了，实在无法辨认年份了。现在我们奔向五代建筑弥陀殿，它是全国现存的为数不多的五代建筑之一。此殿面阔3间，屋顶为单檐歇山顶，脚下的石柱杵是复联的造型，屋顶的螭吻则是用蓝色琉璃瓦做的，风格肯定比5代要晚。进殿前先看铺座区，看一个最复杂的转角铺座就够了。首先柱头做了明显的卷纱，上边加了普拍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云院的普拍方就是中国现存木构建筑中最早的实例。它上边的华拱正出和斜出都是2跳，最上方各出一根尖锐的劈竹昂，而连接加固的部件则是我们熟悉的鸳鸯交手拱。现在我们走进殿内，看殿内的造像，居中的是阿弥陀佛，左右分别是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这3者合并到一起便是西方三圣。下面我们来看壁画。观音菩萨背后的壁画画的还是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背后的壁画画的还是大势至菩萨，旁边题记写着天顺5年，这说明在明代有匠人重描过这边的壁画。其余的壁画主题是维摩诘经变故事。维摩诘是一位富商长者，也是一位在家修行的菩萨，因其智慧辩才出众，所以深受佛陀敬重。但现存的5代壁画大都模糊难辨了，我们能辨认多少是多少。先看第2品方便品，此时的维摩诘正在家养病，于是国王便带着大臣前来探望他。左下角勉强可以看到一处冕旒，这就是国王的位置，可惜壁画剥落太严重了，已经看不清楚其他人了。然后是第3品弟子品，这边是世尊派出各大弟子去探望卧病在家的维摩诘居士，其中飞天比丘的手里托着一个钵，推测这边演绎的是须菩提托钵行乞的故事。然后是第5品文殊师利问疾品，也就是文殊菩萨受世尊派遣去慰问维摩诘居士，其他人看到文殊愿意去，他们就也愿意去了，
因为文殊菩萨口才最好，不会轻易被维摩诘变倒，换成别人就不行了。靠上的是第6品不思议品，这里是维摩诘现神通力，从须弥灯王处借来33000狮子座，给听他说法的人充当座位。仔细看座位之间还藏着好多小狮子头呢。再往后是第7品观众生品，在文殊菩萨与维摩诘辩经的时候，天女现身戏弄舍利弗，并将自己变成对方，将对方变成自己，以阐明诸法无定向的道理。然后是第11品菩萨行品，画中人物是香积菩萨居中，周边围绕胁侍菩萨、弟子等人，众人皆有头光，且衣衫华丽，色彩鲜明。最后是第12品见阿处佛品，它在壁画的右上角位置。因为世尊提到维摩诘自妙喜国而来，众人便对妙喜国心向往之，于是世尊变出了这个妙喜佛国的投影，给大家一睹究竟。现在我们来看梁架，我们在内部能看出它的进身是6传，屋顶最长的符是4传符，后半侧替代承重的是乳符。这种6传分成2、4两段的做法，在晋东南太常见了，我们已经连续见到好几次了。4传符之上以驼峰承载平梁，平梁再以驼峰属柱承托几团。看完这些，我们从弥陀殿绕出来，准备继续往后看，发现附近还有一排石碑，其中甚至还有一个半截的石经床，已经难以辨认年代了。再往后是清康熙年间的功德碑，然后是一块缺了半拉脑袋的碑，这块碑可了不得，它的年代写的是咸平2年，那这就是一块北宋碑了。下一块是明弘治年间的碑，最后边还有一块民国年间的碑。现在我们绕到另一侧，发现对面还有碑，其中包括明成化年间的碑、明万历年间的碑，最后还有一块2003年的古碑。看完这些，我们来到院子的最后方，这边是清代建筑三佛殿，看来梁架是原物，而现场的砖已经全换成新的了。门外的牌子上说三佛殿是民国建筑，那个是以前的观点，现在已经被更新了。殿内供奉的三佛是三世佛，而且是横三世佛，中间为释迦牟尼，两侧分别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及净琉璃世界药师佛。主佛左右两侧的清代壁画都是武将装束，这两个是佛国世界中常见的护法金刚力士，而殿内山墙上的壁画则是清代壁画18罗汉，这就是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第3张小西天的牌楼用的就是这屋用过的壁画。逛完大云院之后，我们回到停车场区域，找到一条向上的小路，一路走过去就来到了七宝塔。我们从最底层的须弥座看起来，它的最下层是复联，靠上的是阴刻花草纹，中间的角落处有承重力士，力士中间的位置则是麒麟、狮子之类的瑞兽。上一层的须弥座中，每一面都有一个捆门，捆门中则是各种姿势的歌舞伎，有的奏乐，有的舞，姿态各不相同。第3层比较高，每个角上各有一个缠龙柱，有的面是半开的隔扇门，还有个被风化到模糊的人在启门，旁边则站着一个早期的天王。有的面是直接打开的旋门，旁边则是身披铠甲、手持宝剑的力士。最高层则是仙云缭绕的塔刹，塔刹的顶端则是一颗仙桃形状的宝珠。看完了七宝塔，我们才算是彻底逛完了大云院。时至如今，我们还能看到相对完整的大云院，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本身5代建筑存世的数量就很少，而大云院能连同壁画一起存留到今天，更是尤为不易。在5代和宋代，大云院这边还算是安稳，但在金元时期，寺院被战乱所波及，除了弥陀殿之外，其他的木构建筑都被摧毁了。在清康熙年间，寺院的大多数建筑又被一场暴雨冲毁，仍是这座弥陀殿挺了过来。时至如今，我们在古老的大云院中见证了他在过往的岁月里所遭遇的那些天灾人祸。既然来了，不妨就用自己的手机记下这穿越无数劫难的辉煌，也记下如今的一派现世安稳。虽然个人的力量在无常的岁月面前很渺小，但我们至少可以用数字影像为他在时间长河中再添上一段记忆。也愿大云院能长久矗立下去，并在未来的无数个今天继续迎接那些来自五湖四海慕名而来的造访人。
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